Hello，各位观众老爷们，早上好，中午好，晚上好，凌晨好，这里依旧是你们熟悉的任老板频道。那么正常点啊，这里依旧是你们熟知的任老板频道，一个什么都沾点的 gamer。今天咱们不谈蔚蓝档案的国服啊，为什么呢？这是单纯的没有素材了。距离上期视频发出去了已经1个多月了，这边呢依旧是一点只因霸东京不有啊，这我就必须得说说你了，这个国服啊，你看人家国际服啊，夏天圣诞节，冬天去游泳啊，你看人家多懂得锻炼身体，你看看你啊，跟屎了一样啊。当然呢，这只是官方表面上没有动静啊。至于我私下这里呢，拿到了一些小道消息啊，至于这个小道消息的真伪呢，有待确认啊，你们先质疑着。那么这期视频为什么不是去确认这些小道消息呢？因为我懒，而且查一大堆东西啊，我自己也承认。我知道，我自然也知道查清了自然就有素材了嘛。但是呢，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先跟我看看今天的主题。那么今天我们来做一下这个 Blue Archive 的一个入坑教程啊，因为上期这个末尾呢确实有这么个预告，但是比起深究 BA 国服问题这个预告，为什么我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这个入坑教程呢？换句话说啊，前者这个资料呢收集的不够多，那个视频赶出来也超不过5分钟啊，而且现在这个骂国服的人越来越多了啊。当然我不知道各位收到哪股力量的号召了啊，就1个月的时间，硬生生的两边平台把8.5分硬生生拖成8.2分去了，对此我只能说你们是真的牛啊，算我一个，好吧。至于选择后者嘛，虽然各位也都知道这种教程网上已经烂大街了，对吧？但是嘛，我还是要搞一下啊，因为选这条路嘛，这必经的一个关卡，对吧？更何况哪天国服万一直接就冒出来了，谁还来看我的外服入坑教程呢，对吧？Nice。那么吸取上期视频的经验啊，牢骚部分稍微少那么一些，那咱就开始今天的主题。So, dear friend, if you like this video,Welcome to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and B 站的朋友们，关注加3连就是对咱最好的支持。后期咱也会推出各类游戏的精彩视频，敬请期待啊！那么废话不多说，直接 Let's go。好的，兄弟们，现在是6月16号，前面那段呢是15号录的。睡了一觉啊，起来之后呢，这个 U-Star 就给我整了点小惊喜啊，小发了个动态。我寻思这也没万圣节呢，就过了一个晚上，国服要开始测试了。我是真的不想重新拍了，就已经完全没有必要了，因为我没办法预测到他下一步会干什么。本来出国服这个事情就已经从我们口中的完全不可能事件，被他改成了概率事件之后，变成了完全会发生的事件了。如果每次我都因为这点小事情我去更改我原有的视频内容，那么首先啊，我的工作量会变得非常的大。22号这次测试呢，虽然说它只是一次小的测试啊，但是呢，同时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警钟，也就在告诉着我，如果公测之前这个视频它还是做不出来，那么就再也不会有人来看外服的入坑视频了，因为大家都去玩国服了，就再也不会有人来理会我们这种辛苦做教程的 UP 主了。再说到这个开测试了，好吧，那可以去看一下是不是内容都如我上个视频所说，重合率如果达到90%的话，别忘了回来给我个赞，好吧？那这个也是为数不多的小心愿了。好了，那这个小插曲啊，咱也不想继续讨论了，因为真的没有必要了。那就开始咱今天的真正的主题，保姆级入坑 BA 教学 ，Let's go。入坑教程第1项就是关于这个 iOS 用户，也就是苹果用户该如何来游玩这个蔚蓝档案，该如何去注册这个账号。只是阿任个人建议啊，如果你是 iOS 用户的话呢，建议是直接跳到咱们的第2步去看啊，因为第2步呢是用这个电脑模拟器去游玩啊。那么为什么我不建议用 iOS 来直接游玩呢？首先哈，各位是知道的，就是中国大陆地区呢，它是不提供这个蔚蓝档案的下载的啊，因为国服还没有出，国服出来就另一回事了，好吧？各位苹果手机里面的 Apple ID 呢，一般都是以+86的手机号去注册的，那这
这样注册出来的就是中国大陆地区的账号。那如何去解锁这个蔚蓝档案的下载方式呢？首先啊，你需要去购买一个外区 ID 啊。外区呢，这个范围容纳的很广。如果你想玩的是国际服，那就去买美区 ID；如果你是想玩的日服，那就去买一个日区 ID。这个什么什么区的 ID 呢，在某宝或者某东上面呢都有卖的，都不贵，也就10几块钱。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呢，这样弄来的号呢，它其实并不安全的，因为你长时间没办法去验证这个手机号，苹果可能会把你这个号办掉。那这个号一办，就像我们常说的，为什么玩这个国际服不能用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来登录，就是一样的道理。因为这两者都是属于你长期不在上面发帖，这个号就会直接被当成垃圾账号处理，就会直接被封掉。那么这个号一封呢，自然你的游戏记录呢也就如雪般化开了啊，也就直接不存在了，除非你能给它解封掉。但是呢，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它要你验证的是手机号，而你没有办法。入坑教程第2项就是这个安卓用户啊，如何去游玩这个蔚蓝档案，如何注册，如何下载。那面对这个广大安卓用户啊，首先我先来普及一下各位对这个安卓的认知。一句话就是，除了 iOS 全都是安卓。那包括鸿蒙啊，虽然说鸿蒙它并不属于安卓，但是呢，它在开发的时候是使用了这个安卓的架构的，所以说呢，完全不用担心，好吧？那各位不要看我现在用的是这个电脑来给各位解说，但是呢，一会儿我将要使用这个模拟器，因为同样的模拟器的系统内核呢，也是根据安卓魔改过来的。Nice。好的啊，那咱就开始今天的一个教学时刻。在这里呢，我提一嘴啊 ，iOS 用户呢，如果你是选择了我第2个说的用电脑模拟器来游玩这个蔚蓝档案的话呢，你可以根据这个教程呢一起看下去，好吧？那首先呢，打开你电脑的一个浏览器啊，无论它是什么，它可以是 Edge， 可以是 Firefox， 也可以是谷歌的 Chrome， 对吧？首先呢，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呢，随机挑选一个幸运搜索引擎啊，我选的 Google， 在里面呢搜索这个 BlueStack， 也就是蓝蝶。那么这个东西呢，这里有一个介绍啊，你们可以暂停自己看一下，这边我就不多做停留了。找到这个 BlueStack Best Mobile Gaming Platform for PC and Mac 100什么什么的这一串子，点进去。那么有人说，如果我的 Google 点不进去怎么办呢？其实什么搜索引擎都是可以的，甚至呢，你可以不需要搜索引擎，就是直接把3w.bluestack.com这一个链接给它丢进去，它自己就出来了。好的，那咱们直接下载一下它这边推荐的这么一个 BlueStack 10啊。其实呢，根据我个人所用的这个 BlueStack 的体验呢，它10就是增加了一个应用商店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好的，这边下好了啊，这边呢我是已经安装好了，所以说呢我就不多做安装了，好吧？安装教程呢，那也非常的简单，点进去，安装速度也是根据个人的网络，因为它要下载很多的东西。当然呢，你不要把它装在 C 盘，除非你的 C 盘是像我一样的有如此之大的空间，那建议是不要装在 C 盘，装在 D 盘，都是可以的，好吧？好，那咱们的这个下载教程呢就完成了啊，进入下一步游戏的下载。教程第2步就是游戏的下载与安装啊。那相信看到这一步的各位呢，基本上都已经做好了 BlueStack 的安装啊。那首先呢，让我们打开这个 BlueStack，注意看啊，这个是正常的加载速度哈。那如果你的载入速度呢是跟我这个一模一样的啊，那不用怀疑，就是你自己的网出问题了。那么我作为一个 BlueStack 的长期用户啊，我可以告诉你们，BlueStack 对于网络质量的要求那是10分甚至9分的高啊。那如果像刚才那样的读条慢，进去以后是网络未连接，那该怎么办呢？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拔插你的网线，或者是切换你的 WiFi。那么更简单粗暴的办法是直接把网换掉。那这个呢，就确实是解决了100%的问题了，好吧？好的，现在如你所见，这就是一个 BlueStack 的一个页面。首先呢，第一次启动，我们来给它进行一个全局设置。那么看到齿轮这里啊，这个是 Settings， 然后这里有一个设置啊，首先是一个语言，然后呢，这里是一个玩家喜好。那么玩家喜好这里的2项呢，一个是系统自动启动这个模拟器，一个是问你从哪里启动这个游戏，无伤大雅，不调也没有关系，好吧？那我们看到这个语言这里，呢它是 English 啊，默认是 English。如果你看不懂 English 怎么办呢？那就
小调一下中文，好吧？那中文就放在旁边。好，那这里我以这个繁体中文为这个例子啊，因为好讲解。好的。回到我们的主页，然后呢，看到这里啊，这些呢是这个当下安卓的这个流行的游戏啊，但是呢，我们的目标不是这些，好吧？看到这里有一个 APP Player， 首次启动，如果你点这个东西呢，它会给你生成一个非常low的机型，还要你自己去自定义一下。那我们如何一次性就获得这个高配置的机型呢？啊，跟着我的操作，首先呢，找开这个多开管理器，点开这个多开管理器，它会弹出一个窗口。那不出意外啊，各位老哥，这个窗口这里呢是空白的，啥都没有的。我们点击这个多开引擎，好，它这里弹出来一个，选择一个全新的多开引擎。然后呢，安卓版本啊，那你就往高了选，好吧？因为系统安全性以及各类问题啊，建议是选新的啊，选老的容易出问题。就比如说什么游戏进不去啊，等等等等啊。那下一步 CPU 核心数呢，建议是直接选高，好吧？然后呢，这个记忆体分配根据个人的这个电脑配置来进行一个选择啊。我这边选的是这个8GB，那解析度呢，自然是横向，加上这个分辨率呢，是根据你自家电脑的一个分辨率来进行一个调的。我这边选一个2K 啊，它有4K、2K、1080P 等等选择，这边我选择2K。ABI 设定呢，不用去动它，好吧？然后效能模式呢，这里改一下。如果你的电脑实在是经受不起这个摧残的话呢，建议是直接就不用动它了啊，它的默认是低记忆体消耗。那如果你想让游戏稍微流畅那么一丢丢怎么办呢？选择均衡。如果你想让游戏直接达到一个最高画质，哎，那就高兴了。那么 DPI 呢是指的鼠标的移速啊。那么你对 DPI 如果非常的敏感的话呢，就360，哎，正常的240就可以了。极少数的选160。然后呢，一切设置完事儿之后呢，我们就点击这个立即下载啊。然后它现在开始下载了啊，我们就等一盏茶的功夫，它就下好了。A few moments later, 2 hours later, tomorrow。好的，经过了10盏茶的功夫啊，我们的引擎呢终于也是下载完成了啊。但这10盏茶是为什么呢？网出问题了。于是呢，在这10盏茶的期间，我去思考了一些之前没有想到的问题啊。你们先别管这个问题是什么，那么解决方法呢，我也会陆续的加在后面的视频当中。好，那我们启动这10盏茶下好的一个引擎啊。这里呢可以给它稍微全个屏啊，因为好看啊，你不想全屏也行，这个没有关系的。广告什么的不用去管它啊。然后看这里啊，它非常干净，除了下面的热门游戏呢，我们先看一下它有些什么功能啊。设定呢是一个简化过的安卓，然后储存空间应用程式什么什么的啊，然后可以导入 Windows 的文件啊，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这个谷歌啊。那这个谷歌呢，也是我们后边的一个问题之一啊，这里先暂时不提。好，现在是一个空白的一个状态。那么因为它是繁体中文呢，之前是我们在主程序里面设置过了这个系统的语言，所以说它现在显示的直接就是繁体中文了，不用我们再去设置一遍。现在呢，我们从简单的开始讲起啊，如何去入坑这个日服。The next day， 入坑教程的第3步就是如何去进行一个日服的下载、注册、游玩。那么首先考虑到这个日服呢，它没有国际服注册那么麻烦啊，所以呢，我给它特意放到前面来讲。好，那么废话不多说，请出我们的第一个登场的软件。好的，它现在已经成功安装在我们的模拟器上面了啊。它的名字呢叫 GamesToday， 然后呢，下载链接以及什么介绍什么的啊，看这张截图。怎么事儿呢？这个软件呢，它的官网并没有被大陆地区强调，所以说呢，你是能够访问到的。然后呢，正常下载，它没有任何的病毒，好吧？这个首先我是能保证的。然后呢，我们点开它啊，点开它呢，它是一个竖屏的，它这里一开始会让你允许 GamesToday 存储你装置中的一些文件，选择允许。哎，这里呢就琳琅满目了，什么游戏都有。然后呢，这里是国际服的一个下载方式啊，一会儿我会讲。首先呢，我们往下面找到这个必然档案布鲁阿卡，然后呢下载。哇，いらっしゃい。いろいろ仕事が溜まってるよ。下载速度呢是由你当前网络而定的，这个是不用教的。然后呢，我们再等一个10盏茶的功夫。Later, a few moments later。好的，今天很给劲儿啊，就等了1盏茶的功夫。那然后呢，它下载完成之后呢，它这里会跳一个是否允许 GamesToday 来安装这个必然档案。这个呢是安卓的11的一个系统防护手段，好吧？那我们给它打开，打开完成之后呢，点击这个返回，然后呢点击打开。然后呢，它这里直接就告诉我们了，是否要安装这个 Blue Arca， 我们选择安装。完成之后呢，咱们不着急打开啊，我们点击关闭。啊，开错了，给它划掉。哇，好智能啊！完事之后呢，我们需要请出我们今天的第2款登场的软件啊，任意的一个加速器啊。当然呢，我们有一个固定的推荐啊，因为上次写的这个小文章呢，就是因为推荐了啊，被当成广告直接就封锁掉了，编辑都不给我编辑了，你懂吗？
所以说呢，我不推荐任何的加速器啊，你觉得哪个便宜哪个好用，你就管找哪个用，好吧？打开我们任意一款加速器。好，用户须知什么的，直接不用管它，直接同意。好，完事儿之后呢，到这里就检测到你装置上的游戏了。然后呢，我是有会员的啊，我小进行一个登录，所以说这边镜头呢就先消失个几秒钟。一切操作呢也是完成了，然后呢，最后一项啊，我们也还是不着急加速，因为呢，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日服更新的这样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如果你想去运行这个日服，你就必须得把它的系统语言调换成日文。我们就打开这个 BlueStack 的设定，对应你手机里面的设定语言区域，然后呢，直接把这个语言改成日语就可以了，好吧？保存并更改。然后呢，它好就好在你不需要去重启这一个模拟器的。完事之后呢，我们直接点Bolt Later. 连接 VPN 确定，然后呢，它会在上面用一个小钥匙的图标来显示这个 VPN 是否存在啊。我们点 OK。哇，いらっしゃい。好，然后就 Bolt 成功了。いろいろしOpen Game 完成之前我的操作之后呢，它就可以正常的启动了。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游戏 Initialize Table Catalog， 然后呢，它还要加载一个 Media， 它要加载一个媒体动画。快进一下，这里呢我就不消失镜头了，因为呢要给你们看一下加载些什么样的东西。ブルーアーカイブ。好的，如果中途不卡死啊，那就欢迎来到蔚蓝档案的日服。那么点击它给的开始游戏啊。接下来我讲解一下以下给出的几种登录方式，一个呢是它官方自己的一个 YouStar， 然后呢这个就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点进去之后呢，这里呢填邮箱，然后呢它给你邮箱发一个验证码，你给验证码填进去，它自己就注册好了啊。登录呢也是同样的道理。然后呢我们看下面这小蓝鸟啊，小蓝鸟的话呢，我个人是不建议的啊，因为前面讲过原因了啊。如果你心够大，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呢 Guest 是游客登录啊，就是不需要任何账号信息，进去呢先是体验一下游戏，等你体验足够了之后呢，咱们就把这个账号给绑定到游客身上。然后呢引迹码登录呢，这个呢是我4个推荐方式中呢唯一推荐的一个啊。那至于为什么呢，进游戏以后我会讲。然后呢我们小登录一下。A few moments later. 好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登录进去的页面啊。然后在这里呢，首先给了一个规则，然后呢给了一个个人情报这个拿取方针啊，勾上点个 OK 就可以了。然后呢就进到了下载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呢就是说游戏里面啊，它的 sensei 前面呢它是带这么一个玩家的名字呢，阿罗娜呢他会用这个日语平假的方式呢给你读出来。好，这边是下载完成了啊，然后呢就声音开的有点小啊，我这边调一下声音。モスレン先生。啊，好，那为什么我声音要给它关小调呢？因为啊，这游戏声音啊，之前我有尝试过，非常的吵啊，那这个肯定是录不明白的。然后呢，就进到了我们一个6038兆的一个必要档案的下载，建议在 WiFi 环境下进行。首先我跟你们说的啊，是它下载的非常的慢。这边呢，我是已经有一个模拟器下载好了，所以说呢，我就不演示了，咱们直接把镜头给到另一个模拟器上面去。所以说啊，不知道这个日服发了什么疯，就是一直给我跳这个服务器终端出错，所以说不排除一种可能呢，就是官方又想给咱教师群体发点补偿了。那这补贴一下来就直接年30了，对吧？那直接等吃饺子了。虽然说进不了游戏啊，但是阿任呢还是会用自己的办法给各位讲解清楚为什么我会推荐用影迹码来登录，以及这个影迹码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影迹码啊，影迹码它就是一个密钥，它最初的目的呢是 YouStar 保护你的账号的。那么它管用的时候呢，一般就2个。首先呢是这个游客登录啊，那游客登录呢，你是不需要任何的账号信息，你体验游戏，你体验完这个游戏说，我确定要长期玩下去了，然后呢这个 guest 的设置里面呢就会
给你一串这个引迹码啊。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当你的账号丢失的时候呢，你只要记得你的引迹码，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找回你的账号。那么这里说的账号等于引迹码乘1是怎么回事呢？就是每个账号它只生成1对1的一个引迹码，哪天你邮箱忘了登不上去了怎么办呢？如果你记得引迹码，那就没有关系。这个引迹码为什么说它安全而且不会重复？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就是用完即删。当你用引迹码登回你的账号之后呢，你就要立刻更改你的邮箱，因为这个时候呢，你再用原先那串引迹码去登录的话呢，已经登不上去了。这个引迹码呢，登一次就直接失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得联系起这个游客登录来一起说一下商家是怎么制作一初始号。首先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初始号。初始号呢，就是这个账号里面呢有一定的钻石，有一定的角色啊，这个呢就叫做初始号。那么初始号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首先呢，商家利用了日服有引迹码这个特性呢，创建了大量的 GIS 的账号。那么每天在 GIS 的账号是用脚本登录领东西，然后刷材料什么的。那么这个时间持续的越长呢，这个引迹码卖的价格呢也就越贵。那你登录的时候呢，只需要把它给你的这个引迹码呢绑定到你注册的账户上面，于是这个引迹码以上的游戏内容呢，它就会同步到你的游戏账户里面。这个呢就是引迹码。那么我推荐用引迹码，因为现在日服这个已经发展了2年半了，好吧？那现在这个各类强度榜呢也是看不到尽头的。如果你初开一个号进去，然后呢你会发现，我操，我这玩的好坐牢好痛苦，怎么办呢？玩着玩着就不想玩了，对吧？那么唯一能让你长期玩下去的办法呢，就是去买一个有一定基础的号呢，能让你不输在这个起跑线上，能让你长期的玩下去。当然呢，这一条啊是仅限于日服。那么为什么国际服就没有用了呢？后面讲到国际服的时候呢，我会讲。那么在国际服这个教程正式开始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之前实战查的时候我想了些什么问题。那么有人问为什么我不在日服的时候一起讲了呢？因为啊这几个问题呢，它跟日服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主要就是国际服这边所发生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呢就是这个谷歌账号啊。那么众所周知呢，谷歌在前几年退出了中国大陆，也在宣称不再对中国大陆地区提供服务。那当然呢，港澳台地区是不受影响的啊。但是问题就来了，蔚蓝档案这个游戏呢，首先推荐的一个登录方式呢是 Google， 其次才是 NX。我觉得啊，也是因为它一个安全性的问题。那么目前为止啊，除了魔法上网来获取这个账号以及登录到游戏呢，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至少在这个模拟器里面呢是这个样子的。那么第二点啊，就是 NX 的用户准则问题。那么为什么到这里我要提一下 NX 的用户准则问题呢？就是因为啊，国际服呢是 NX 在指引。那么目前为止啊，我知道的几个东西是一定会被封的。首先就是开挂。那么开挂这个游戏基本上都是会被封的啊，除了某个叫花雨婷的奇妙小游戏啊，这个我是不好说的。第二呢就是初始号问题啊，初始号呢分为2类，2个都会被封。第一个呢是买来的初始号呢是一定会被封的，第二个呢是刷初始次数过多也会被封。这样呢就很好的解决了一些人的疑问，说为什么我就是刷了几次初始，为什么玩到后面这个号直接就没了，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开挂了干什么的时候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就是因为你重置账号的次数呢太多了，人心不足蛇吞象，好吧？那么详细的请跟我继续往下面看下去啊。那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最简单最乐观的下载方式呢，就是从这个里面啊直接寻找，直接去 search这个 Blue Archive， 然后呢搜出来蔚蓝档案啊，点击下载安装就可以了，对吧？十分的简单。那我们先说一下这样下载的优点呢，首先就是你不会在游戏里面遇到商店的错误弹窗，就是说你的商店呢是可以正常打开的。然后呢保持最新，这个里面呢也是可以直接把你更新到最新版本的。那说一下这种下载方式的缺点啊，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大家都不太熟悉啊，这个叫谷歌 Play。Google Play 呢，就是之前我有说过的一个 Google 旗下的一个应用商店啊，目前呢是内置在各大安卓系统之中。但是呢，我们国内很多厂商啊，他为了响应这个政策的号召，就直接把 Google Play 给换成了自家的应用商店。但是呢，他们留了一个后门，就是说呢，为了适配这个安卓框架啊，所以说他们还把这个行动服务呢给留在了各位的手机上面，可以自己打开设置。然后呢，如果找不到在哪里呢，直接搜索谷歌啊，它就出来了。把那个选项打开之后呢，各位的谷歌商店就可以正常的使用了啊。前提呢还是需要魔法上网啊。那么这个魔法上网呢，就各位自己看着办了，好吧？
那考虑到国内很多观众都没有办法连接到 Google Play 去下载这个蔚蓝档案这个事情呢，所以我们特地准备了第2种教学方式呢，就是用我刚才教日服的那个方式去下载啊。那如果你实在有需求要用第一个方式去下载，比如说你想当一下超能力玩家啊，我是不阻拦的，你可以私聊我啊，我会给出一定的解决方案。当然呢，还得看你自己接不接受。第2种方式呢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简单了啊。首先呢，使用我们教学日服留下来的这个模拟器啊，上面有 Gamester Day， 还有一个不知名加速器。然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Gamester Day 进去。好，进去之后呢，找到这个蔚蓝档案国际服，点击下载啊。这边我已经下载好了，所以说呢就不重复下载了，我们直接点击打开。好，安装完成之后呢 ，ESC 出来，我们还要进行一个选项，就是把语言改成繁体中文。然后呢，我们点击加速器，同样的步骤啊，这边就出现了另外游戏了啊，这边就出现了国际服了。我们点击那这里选区啊，如果你是想去北美或者去韩服的话呢，这2个服呢人偏少啊，进度呢也稍微的比国际服，就是比港澳台这边要慢。这边呢，我还是以这个港澳台为例子啊，老步骤，我们登录一下，这边消失一下镜头。Later. 好的，那么完成了之前的前置操作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顺利的进入游戏了。然后这边点击加速。打开游戏之后呢，这个徽标里面啊少了 Your Star， 因为呢是 NX 直营的啊，之前我有说过。然后呢，国际服目前为止呢是还没有把这个中间这个字儿啊改来左边，它目前还是在中间。然后我们快进一下。好的，现在我们也是成功进到了一个登录界面啊。那国际服的特色呢，就是有这个大大的横幅啊，它的公告呢一般都是在这个游戏外面显示的，比如这个圣诞老人，这个就是。好了，我们点击登录啊。然后它现在呢出来了一个多样化的登录方式选择啊。首先呢是 Facebook 啊 ，Facebook 呢个人是不推荐的啊，因为呢 Facebook 这个东西呢是要你长期去进行一个发帖，然后国内朋友们是没有办法去使用这个发帖的。如果你长期不发帖啊，你这个号就变成垃圾号了。哪天这个账号一大清理，你这个号就弃掉了。然后呢，如果你以这个东西去绑定你的游戏记录的时候呢，它直接就给你的号，包括你的游戏记录全部就清空掉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然后呢，我们看到 Google 啊，这个 Google 呢也是之前我有说过的，有能力的朋友呢尽量用 Google。然后呢，看到 Apple ID 啊 ，Apple ID 呢就是我跟你们说的美区 iOS 这么一个登录方式，这里呢也是可以用 Apple ID 登录的啊。当然呢，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然后呢，是我们的 NXID 啊，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方式，其实之前呢，这里它还有一个登录方式啊，是一个什么什么 Face， 但是我忘了，它有6个登录方式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NX 觉得它不常被用来登录，所以说就没了，好吧？然后呢，是以访客开始啊，访客开始呢，这个呢就不用多说了，好吧？一样的，就是你进去体验了游戏，你觉得这个游戏非常的符合你的胃口啊，然后你就把它绑定到你的账号上面，它的记录呢就同步到你的账号上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着重讲一下这个 NXID 来登录啊。我们点击它，这里呢是一个登录界面啊。我们选择这个建立账户，然后呢进入到了一个这样一个界面啊。如果你看见这个界面呢，就说明是加载成功了。看不懂 English， 简单啊，换繁体中文。邮件地址呢，建议是如果有 Gmail， 那就用 Gmail； 如果没有 Hotmail 或者是 Outlook 都是可以的啊。如果你是用 QQ 或者网易邮箱来登录的话呢，可能会被封。这样一套方式登录下来，建立账号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登录进去了。A few moments later. 然后登录进去之后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它要允许拨打电话或者管理通话，因为它到时候呢，它要发一些通知过来，比如说你的咖啡厅 AP 满了，它要以一个短信的方式告诉你啊，你可以上线了，你可以上线进行一个咖啡厅的清理。我们选择允许。Later. 然后就是我们一个5109兆的更新。然后呢，它建议在 WiFi 环境下进行啊，依然是我们把镜头给到另外一个模拟器上面去啊，那边已经下载好了。那么当你以任何方式登入到这个界面的时候，你就成功了90%了。那剩下的10%是什么呢？就是我必须得跟各位说的2点必须要注意的事情啊。当然你也可以听到这个90%呢，直接就把视频关掉，继续去玩游戏。但是呢，号被封了，那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好吧？但是如果你想长期的玩下去的话呢，我建议是把我说的话给听完。那么首先呢，是打开这个账号啊。如果你是以其他登录方式登录进来的话呢，建议是去绑定一下这个 Google 账号，这样呢会增加你一个账号的稳定性。其次呢，也就是第2条，就是我们所说的重中之重，国际服在带你打麦的一个东西。那什么是个在带你打麦呢？
就是初始号问题啊。我们以蔚蓝档案为例子啊，就是每个玩家登录进来的时候呢，他都会给一发价值1200石头的一个免费的石联啊。这个呢是新手池，新手池呢是必出一个保底，就是说呢一发之内必须会出一个彩，1到2个彩。当然呢，有人就不满意，自己抽出来的这个角色啊，那就以这个一只为例子啊。那我为了抽个一只，第一次没有抽出来怎么办呢？那么国际服就很贴心的给了一个选项，叫做重置账号。这个重置账号其实它本来的意思呢，只是因为你游戏出现了一些问题呢，你可以重置一下啊。当然呢，有些人就利用了这个机制呢，重置了账号，重新读一遍剧情，又拿到了这个价值1200石头的石联，那又去抽一遍，又抽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就按照前面的方法再重置一遍，再去抽。那这样往返4、5遍之后呢，我就跟你说出问题了，为什么呢？我们就要提到 NX 这边，那 NX 呢是特别见不得初始号这种东西的啊。咱们先不说你是不是从这个什么某宝某东买来的这个初始号，然后呢绑定你的 Google， 玩着玩着就被封掉了啊。那先不说这个，那这个是必封的。其次就是你们喜欢这种刷初始的，一遍又一遍刷的，那刷着刷着号就没了。我跟你说啊，当然了，它不会给你第一时间号就没了，它是在一个什么时候呢？这个也是我们所说的 NX 比较阴险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呢，在你玩嗨了，在你拿到了很多你觉得特别戳叉 P 的角色的时候呢，记了这个号呢突然就登不上去了，一看封3650天，这个时候呢，首先怀疑一下你是不是刷过初始。那如果刷过初始呢，那就寿终正寝了，就没有什么说法了。那如果你没有刷过初始呢，你可以去找客服申请一下，然后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号解封了。当然我也没有申请过，好吧，因为我这个号呢从建号到现在没有刷过初始，玩到现在81级了，83级就快满级了，好吧，这个是我总结出来的这一套经验嘛，你们自己听着看。Nice。如果屏幕前的你看到了这里，那么首先呢，我会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快乐的时光永远是这么短暂，这些视频到这里呢又要结束了，因为没有什么可以讲的了，翻过来覆过去呢也就这么几个事儿。但作为一个末尾，我还是要来总结一下。首先呢，国际服不要去碰有关初始的任何问题，日服呢除了不要开挂，其他请随意。但是说到国服嘛，之前不是跟你们说没有素材嘛，但现在有了，我还是决定去参与一下他所谓的邂逅测试。暂时先不管其他博主说过什么，但是我还是比较相信我眼前所看到的事情。这期视频的后面呢，仍然会有2期预告，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呢会是国服的测试。当然，如果你觉得我这30分钟说的是废话，你仍然可以去玩国服。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你就当我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浪费了你的30分钟就好。结尾致辞呢，我就说这么多。One last thing。Remember, subscribe my YouTube channel. 听说点赞、关注加投币会给各位带来连连的好运。那我们不久后的下一期再见，拜拜。 First name 바꿀리지 날 줄세 Lazy 보글라 나리는 best day 기다리고 고타요 도스루 요리모 기미가 긴 데이트 데모 기밀을 쉬고 세기하고 때 level it's alright it's alright 무시모스 내가 나무나기 하나 다 도시데모 아시도 알루이 놓치 다 도시데모 스미코라도 달래가 니 와르데모 멀리지 규자고 고가 못 나가서 Let the 힘이 왔다 이어보 아비테 매너 희와 어슬로이 놓고 사스시테 Life is 에너지야 매너지 할래사 힘이 도저도 till tonight 두고 마대 모으고 슬라이 내지 뭐 히토리 페르だけで幸せになる首をかしげてつけたバスボンまっすぐ見ればプラスさそんなもの触らせらず行こう Got a lonely lady fine 黒街の当たる場所へ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hey, we do have to hurt each other we can't just love another Can't take no more tears and sorrow Let's make it better for tomorrow Just sit back and chill for the moment Take that 속이 우거지다이니 개수미 되살아 되지 마와는 요니 Just wanna say no need to rush everything's gonna be okay Let's find a way never too late no reason to wait You was a to the side that's all on you Tuesday 우리 무슨 outside I'm loving you 난 보리차가 나를 태우돌리 아대 그 다리 사가 나를 소름이 알게 돼 Like this 겨우 모아 에너지 할래서